见过，会不会有法宝现世啊？我们走吧，哥哥。哎，别走，没见过，多看两眼。别看了，我们走吧。别走，你干啥呀？从没见过这么大阵仗，肯定有大宝贝要出世了。怎么哪儿都有看热闹的？难不成还真当成秘宝现世了？那是什么？是眼睛！死到临头，我劝你不要再使诈了。摔死！可恶，明明就差一点儿了。他在破坏第一击，这是什么力量？难道是传说中的化神境界？在哪里？哥哥。糟了，法力初代也打不开。哥哥，你也是从那岛上掉下来的吗？算是吧。话说，姑娘，你是不是该起来了？抱歉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姑娘无需多礼。看来你也不知我们身在何处，何不出去走走？也好私下打听一番。黑雾泛起，法力消失，空中巨大的眼睛，还有这诡异之地，这难道就是鬼屋内部？没想到竟然有这样广大的空间，而且在散场时，靠法力驱使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反应，怎么回事？这位道友，你也……干什么？快，抓紧速度，趁那些家伙还没来。今天真是大丰收啊！他们在抓鱼，凡人吗？
火灵兽来了，快撤！快点，走。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若是不想沦为他们的午餐，就先少说两句。火光，是刚才那些人吗？看上去像是在招呼我们过去。喊！阁下是外来人吧？哼，两位是外面来的，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梅宁，是岁寒岛散修。哦，梅宁。在下姓韩。你们两个一路上还有见过其他人吗？见过，先前有几人被妖兽追赶，往那边跑了。那应该就是阿虎他们，没事就好，撤到外头再接应他们吧。刚才动静不小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这里是阴冥之地。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身份，在这里都不好用。即使是修仙者也一样，想活下去，就跟我走。阴冥之地，外来人，这里不是乱星海。天启，老朽觉得还是得等等他们。大长老不必再说了，此前约法三章，村里你说了算。在外头，我说了算。兄弟们，我们走。二位，请跟紧了，此地凶险，切莫落了队伍。道友来时，想必也看见了，这阴冥之地几乎可以说是寸草不生，只有非常稀少的地界才能种植食物果腹。大长老，盘踞此地的阴冥兽身负剧毒，虽杀之不尽，却也无法作为食物。方才的阵法师，不管在原来的世界是贩夫走卒，还是逍遥神仙，在这里一样都是普通人，需各凭本事讨生活。眼下法力全无，留在此地总不是办法。灵虫和虫子也不能一直待在岱主，当务之急，还是先找到出去的方法。梅姑娘，可是有事？鬼物来袭时，我和哥哥是一起被吸进来的，可在睁眼时，哥哥就不见了。也许你兄长被传送到了其他地方，一会儿去打听下，应该还有其他村落。走吧。
坐，不必拘谨，一会儿人就到齐了。各位长老，这是从角征兽的颅内取出来的阴冥兽精。这是？难道这阴冥兽精与那些傀儡中的是同一种？天机，这次你功劳最大，战利品可多分些。正式介绍一下，韩兄弟和梅姑娘两位也是修仙者，乃是从这次绝灵之气的空间裂缝而来。修仙者看起来还挺年轻啊，炼气还是筑基啊？韩某微末道行，不足挂齿。那就好，别学人装英雄强出头。大长老，村里没什么余粮了，我看这两人弱不禁风的，一下子又多了2张嘴吃饭，咱们可养不起闲人呢。什么？诸位，韩某与梅姑娘初来贵宝地，还未决定是否留下。怎么，还拜修仙者的架子呢？正好，那就别留了，赶紧上路吧，省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天机休要造次，老夫断做不出让两位道友自生自灭这种事。他是个粗人，两位道友莫怪。不过关于是否留下，还请二位慎重考虑。本村虽不大，却也是个安全之所。多谢周长老盛情，不过韩某尚有一事未明，正待请教。这阴冥之地可有回到原本世界的方法？别布置好了！你以为此地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吗？实话告诉你，这犬入的阴冥之地，哪怕是结丹元婴修士，也是来得去不得。何况你们放肆！韩道友，你觉得我们这些修仙者为何一直滞留在此，天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？若是能离开，我们早就走了。只有在座的和你我一样，被那鬼物吸入，万幸活下来，才逃到这村里。要知道，我们的人生也同样在外面呀。不是有个地方可以通向外面，为何不告诉谈何容易呀！你忘了这几把空椅子是怎么来的？他们都想着能离开这里，却一个都没有回来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韩道友，你想听吗？愿闻其详。也罢，先让道友打消这念头也好。距此数百里，有一个名叫暴风山的地方，那是整个阴冥之地的最高处。唯有在那里，等待绝灵之气带来下一次空间裂缝的开启，才有离开这里的一线生机。可惜那里阴兽盘踞，妖风肆虐，如今我们法力尽失，别说攀爬，就是靠近都是九死一生啊！听起来确实凶险无比。长老的意思，韩某明白了。既如此，在下就在贵宝地多叨扰几日，再做打算。梅姑娘，意下如何？全凭韩兄做主。这几人态度不一，似乎其中另有隐情。不过这暴风山是肯定要去了，做好万全准备吧。韩兄，你也感觉到了？他们似乎很希望我们留下来，所以万事小心。两位客人，我奉大长老之命，带二位前往住处。
你们2位是新人嘛，所以前3天的食宿是免费的，但之后就要靠承担任务赚取才行，否则就会被赶出村子了。好，劳烦带路吧。走。这就是2位的房间了。这怎么只有1张床？没有别的屋子了，这还是之前有人死掉空出来的。要是不习惯，明日自己伐木打张床吧。无妨。梅姑娘睡床上，我不需要睡，打坐冥想即可。切，你们这些外来人啊，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那你们有什么需要，再叫我便是。哎，对了，屋里有衣服，记得换上啊！你们穿成这样太扎眼了。梅姑娘，梅姑娘在此稍歇，我先去村子其他地方转转。好。哥哥，我想去寻你，可外面凶险万分。是你，深夜至此，有何贵干？梅姑娘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？难不成那小白脸把你扔下了？可恶！他果然发现了什么，快跟我走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。有什么事可以明天再说。叶以琛，请回吧。梅姑娘，你听我说，你是我带回来的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这里很不好。快走，入夜就来不及了。你们这些修仙者，我好心救你。阁下所言，此地不好，是指什么？你是何时回来的？我怎么没听见动静？看来阁下对自己的武功很自信啊！自以为是的家伙，找打！动手吧，反正杀了我，你们也活不下去。得罪了，阁下今日数次试图提醒我们，还不惜亲自露面要带梅姑娘走，难道是与那仓库石碑上记载之事有关？算了，算老子认罪。修仙者果然都是些深藏不露的怪物。不过，你们要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，就趁早走吧。这个拿去。若是遇到寻常怪物，可以使其主动避退；但若是遇到厉害的，哼，就自求多福吧。多谢韩兄出手相助。
梅姑娘受惊了，此人应该没有什么恶意，反倒是此地诸多可疑。我想好了，韩兄，你若是要离开这里，可否带上我一起？梅姑娘也听见了，那暴风山凶险异常，在下也没有完全把握。梅姑娘不必与我一起以身犯险。若是我能让你在短时间内恢复一点法力呢？那可太好了。韩兄可知同于风水之身吗？愿闻其详。此体质可以通过秘术将通灵之气传渡给别人。通灵之气被誉为7大精粹灵气之一，绝非此地可以马上禁锢的。当然，时间一长，这股通灵之气会自行散去，但足够韩兄在短时间内恢复灵力使用了。若是真能恢复些许法力，便能打开灵兽袋和储物袋，带上贴魂和一些克制阴兽的宝物，或许真的能邪恶。此等灵气之珍贵，韩某自是醒得。梅姑娘有何条件，不妨说说看。梅宁希望韩兄能助我找到兄长，我们一同回去。3个月，3个月内，在下可配合梅姑娘尽力寻找灵兄。若是过了时间仍未找到，你我就必须马上离开此地。那就拜托韩兄了。那通灵之气你何时需要？现在。这阴冥之地危险重重，早些恢复法力，应付意外的手段也会更多些。韩某该如何行事，还请梅姑娘告知。如何行事？韩兄，这通灵之气只在肺腑之间，若要将灵气传给韩兄，只能通过什么？啊！这……肺腑之间，姑娘原来说的是这个意思。明白了。那……得罪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梅姑娘，时间紧迫，此事原为不得已而为之，离了此地，断不会有第3人知晓。梅姑娘，得罪了。使用法力了。打开储物袋足够了，但想施展法术却是不够的。能调动的只有这么多吗？你还想要？韩兄，我一直没有问你，你是筑基期修士吗？当然不是，在下许久之前就已结丹。结丹？结丹修士？梅姑娘，辛苦你将这些兽皮简单处理一下，储存之后抵御阴风用得上。我得趁法力尚未消散之际，出去办些事再回来。
梅道友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啊，怎么突然如此着急？这里非常凶险，天亮就来不及了。二位整装待发，看来是执意要离开这里了。大长老能收留我二人在此歇息，韩某感激万分。不过韩某此前已答应了梅姑娘，得带她去寻亲。二位无需担心，如今这村里啊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二位若留下，老朽愿发动全村之力，协助梅姑娘寻亲。二位意下如何？大长老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我们已然决定，还望理解。真是可惜呀，眼睁睁地看着二位前去送死，老朽不忍呐。不如二位有何遗愿，让老朽代为完成，如何？大长老，此话何意？你们要去暴风山，与送死无异啊！不如将性命交于老朽，发挥余热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大长老，你我之间并无仇怨，放我们就此离去，或许对彼此都好。两位得罪了。快躲起来！齐战！这么麻烦，那家伙怎么这么慢？韩前辈，小心！总算来了。召集人手耽搁了点时间。骆老哪儿去了？大长老是不是该给个解释？老鬼倒是养了条好狗。还不快回来！这晶体究竟是什么东西？那都是阴兽体内挖出来的。阴兽吃了修行者的血肉，其中残余法力就会形成这样的结晶。
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他来了。老夫很好奇，阴兽吃掉你们的尸体后出现的结晶是什么颜色？晶石攻防一体，不好对付。不过究竟没有灵力持续攻击，用多了运转之间不免会有些延迟，那便是翻盘的机会了。分头行动，引开他！不用放老师，赵美丽，你可得快点儿！老东西，你爷爷在这儿啊！为什么你们都不肯放弃？为什么一定要走？明明谁也出不去的，这该死的地方，我们谁也无法离开。所以，死在这儿的修仙者都会被喂给阴兽，而产出的阴冥兽精，则用来维持这个村庄。讽刺吧，这可能是那些不可一世的修仙者这辈子都没想到过的乐。不管是元婴大能，还是炼气修士，是正人君子，又或是极恶魔头，到头来，在这里这些本就不重要，唯有死在这儿，或者走出去而已。你们真的要走？其实，留下来尝试当个凡人，也许会活得更久些。说来，你也许不信，我也曾是个凡人。沿着这条阴冥之河走到尽头，便可看见暴风山。在登山前，你们可以在山脚下的红土村落脚，那里将会是你们登山前的最后一站。祝你们好运。前辈，村子里的那些人会怎么样？他们没了那阵法，能行吗？在这些修仙者到来之前，他们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。毕竟凡人最为擅长的就是坚强的活着。
还真是这等邪物的天然克星。这2个月来，路上遇到的阴兽魂魄几乎都被他给吃了，阴冥兽精也收集了不少。诸位，近2个月来可有遇到什么外来人？个把月前确实有几个，但是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已经被阴冥兽所害了。我们只来得及抢回他们的遗物，这其中可有2位的同伴？唉，还真是可惜了。他们身上的衣物，我们放在村中的仓库了。2位要去看一眼吗？有劳了。抢！过了一劫，好像有些皮外伤。是，万幸。这段时间也顺路寻找了，都没有结果。不知道元瑶道友还有子灵怎么样了？按当时的情形，他们应该也是落在了这地界。这是梅姑娘，姐。还是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。韩剑北，梅宁的心愿已了，咱们走吧。
幸亏有提魂和这几件法宝。先在此处休息一阵，再继续前行吧。韩前辈，都怪梅宁学艺不精，拖累了前辈。梅姑娘无需多虑，韩某答应带你出去，断无中途抛下，自行离去之理。若我观察的没错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离开这片灰雾了。林门主，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我还有血海深仇未报。我不能死在这，这样你就得不到我的尸体了。我会在地狱嘲笑你的，师父。害了妙音门这么多人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诺温四象盘龙带算是一件有名的宝物，他便是穿着此腰带，还有他这内甲，才能一路无事的攀爬至此的。韩兄应该能用得到。眼下这种环境，备手越多，咱们出去的机会就越大。韩前辈，这位仙子是？他是妙音门紫灵门主，是我的旧友。这位是梅宁小友，此前也流落在此地。妙音门紫灵门主，乱星海第一美女，久仰久仰。梅姑娘不必客气，既然是韩兄的朋友，就是紫灵的朋友。紫灵姑娘，这段时间，你一直与这位六道传人一起行动，也就是半个月之前的事。此地没有灵气，无法施法，幸好我传送到的位置较为安全，才不至于落入阴兽腹中。此番前来暴风山，没想到先遇见了他。此人需我助他探索海底遗迹，故而暂未加害。不过多亏有韩兄在，才让紫灵有机会杀了他，为大家报仇。原来如此，此人也是罪有应得。不过此地也不安全，越往山上走，阴兽越难对付。我们还是尽快出发吧。
哎呀，够了，都快装不下了。这几日还真是有惊无险，多亏了这个小家伙，还是韩兄有本事，怎的将他从元瑶姐姐手里拐了来？韩某其实强取豪夺之辈，自然是换过来的。看来，当时虚天殿一别之后，又有不少故事呢。也不知道袁姑娘如何了。此前一路上暗中打听，也没有音信。若是淮阳术尚未完成就被强行中断，恐怕万事不孝，说不定已经……不过紫菱姐姐、韩前辈，从刚才起，阴术的数量好像就变少了呢。距离峰顶还有一段路，我们得加快速度了。随时都有可能消散。可恶！看来还不想让我们走啊！两位还请抓紧了，走！好了，总算离开那鬼地方了。想来那鬼物也不会蔓延到此处。韩兄，这遁术也太霸道了，紫菱好几次都差点忘记呼吸了。紫菱姐姐说的是，真是多亏韩前辈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太平静了。这里难道是……我可能有些头绪，不妨先试着往南飞行一段，等找到陆地的踪迹再做判断。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解弹期的遁术原来可以这么快！
这种轻松的感觉还真是久违了呀。前辈，紫菱姐姐，快看，好大的岛！不过，内心还有这么大的岛屿吗？这可不是岛，是大陆。韩兄可是有头绪了？看来我推测的没有错，我们飞过的海域就是无边海。无边海？从未听过，是什么地方？无边海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无边无尽之海，位于天南大陆的最北端。天南大陆。走吧，前面似乎有个城镇。先去看看。天南，终于回来了。离开这里快200年了，只怕已经是物是人非了。所以说，这里是乱星海之外的另一边。包子，谢谢老板。居然连语言都不一样。自然，这里是天南大陆的最北端，西国。再往南走，经过数个国家，就到我出身的虚国。韩兄，原来不是乱星海人士。实不相瞒，韩某当初也是无意中去到了乱星海。韩兄此次重返故土，可谓是衣锦还乡。莫不是还有很多故人要去会见一番？何来的衣锦还乡？当初也是形势所迫，才背井离乡。而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，不提也罢。韩兄，此地门庭若市，其间滋味定然颇有妙处。我们2个小女子，人生地不熟的。你可得好好尽点地主之谊啊！那是自然，好不容易回到俗世之中，总是要一逞口舌之欲的。眼下你们言语不通，不妨先进去坐下，我去帮你们置办些东西。我百巧院以炼制法器之道闻名天南，门中更是不乏各属性流派功法。得以2位仙子天资，若是加入百巧院，那岂不是一桩美事？莫非2位是有什么顾虑？紫菱姐姐，她刚刚是在问我们什么？她似乎是想招纳我们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等韩兄回来，万一他要用强，我也会设法带你一起离开。不说话。不良于言，那真是身残志坚呐！老朽佩服之至，2位莫慌，
老朽呢也是真心实意想招揽二位，要不这样，二位仙子先随老朽回宗门，再细细商讨如何呀？副长老还真是老不休，竟然在此唐突佳人。不愧是落云宗几百年难遇的天才。宋仙子这通明灵犀的神通，真是越发厉害了。老夫啊，我看你是老宅子着火，动了凡心了。不过可惜啊，这二位仙子未必能看得上你这把老骨头。你可姓白的，你休要逞口舌之利。那我白巧院也是有青年才俊的。不是老光棍就是失心疯，哪儿来的青年才俊？既然人都到齐了，还是抓紧办正事吧。事成之后，我还得早些回去练剑呢。那便走吧。魏道友，还请考虑一下我白巧院，随时欢迎两位到访，届时报上老朽的名号就行了。如今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乱星海，若想在此落脚，得先把这里的语言学会。你们没事就好。韩前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韩某担心横生事端，故而适才只是威慑，并未先行出手。韩兄这般迅速返回，想来是有计划了。实不相瞒，韩某修为已达结丹后期，是时候找一处地方闭关，为凝结元婴做准备了。不过同行一场，韩某在离开前会祝两位姑娘安顿下来，尽快适应此地语言风土，以免再遇到适才这般尴尬。祝贺韩兄厚积薄发，此番必能得偿所愿，进阶元婴。紫菱近日也侥幸进阶结丹中期，打算找一处洞府稳固境界。梅宁姑娘呢？我资质愚钝，修为也只有筑基中期，结丹希望渺茫。哥哥又不在了，不如找个高阶修士依附了便是。妹妹，万万不可！万一碰上心术阴毒之人，害了你也不无可能。实不相瞒，此前我也失去了至亲之人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要更坚强地活下去，即使是为了他们。这世间苦命之人还真是不少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紫菱门主说的对，梅姑娘，万不可妄自菲薄。若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们绝无可能如此顺利地逃脱那个鬼地方。那韩前辈，我能跟着你吗？梅姑娘，韩某是个性情寡淡之人，一心修道，时常身犯险境，断非良选。此事，请恕韩离不能应允。梅姑娘切勿见怪，韩某并非执意推脱。别看我当下略有小成，但是我招惹的仇家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，在没有进入元婴期拥有足够力量前，韩某自身尚且难保。若是真遇到什么变故，倒是无法庇护你，也只是徒增伤情而已。韩前辈，
那若是你到了元婴期后，可愿意收下梅宁？首先，能否进入此境界，韩某尚无把握。况且，就算真的进阶了，也不知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，少则数十年，多则百年，也不无可能。梅姑娘，愿意一直等下去？梅姑娘，你如今孤身流落异乡，心中有些动摇也是自然。但世事无常，修仙界本就充满了危险和残酷。与其把希望放在不确定的事情上，倒不如鼓起勇气立志苦修，说不定便可和紫菱姑娘一样，自己也结成金丹了。这难道是降尘丹？结丹所需的顶级丹药？这是给我的？韩兄说的对，妹妹，你就收下吧。有了此物，你结丹的机会将大幅增加。我们也可结伴同行，如若遇到刚才类似情况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若是能靠自己的努力创出一片天地，何愁回不去故土呢？梅宁愚钝，多谢二位点醒。韩前辈、紫菱姐姐，梅宁一定勉力修行，绝不辜负二位恩情。梅宁妹妹，谢谢姐姐。看到他们两人，为何总想起当年？才桓，以你当日心智之坚，若能修行，也定会有一番成就。可惜造化弄人，终究还是负了你一片真心。